朋友你好，我是雪莉，欢迎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。这疯子的话呀，听起来荒诞不羁，但是如果碰到有些道行的疯子，说不定还能捡个宝呢。在《说岳全传》里边，秦桧夫妇在东窗下密谋杀害岳飞，自以为做的是天衣无缝，却被一个疯和尚看穿了毒计。秦桧杀害岳飞之后，有一年到灵隐寺烧香，疯和尚拿着扫帚往秦桧身上扫土，嘴里还念叨着扫灭奸佞。别看那疯和尚蓬头垢面的不受人待见，却是个有道高僧。历朝历代流传着不少疯僧疯道的传奇故事，一直持续到近代。在上个世纪的30-40年代，河北流传着疯婆婆的神秘预言，她告诫后人，人类将遭大劫难，坏人钻老鼠洞也跑不了。那他说的到底准不准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疯婆的预言。在河北保定高阳县呀，有一位老婆婆。有一年呢，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，突然就疯了。乡亲一看，这人也疯了，还叫啥大名呀？于是干脆就叫她疯婆吧。那她疯成什么模样呢？这一疯吧，就好像是突然打开了某些能力，文艺细胞突然被激活了。这疯婆啊，每天走街串巷，有事没事的唱两嗓子。别看这疯阿婆疯疯癫癫的，说的话也不着调，但是唱的歌吧特别有意思。她满大街的闲逛，走哪儿就唱到哪儿。一开始呢，也没人能听懂她唱的是什么，但是随着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啊，人们突然意识到，这疯婆子唱的歌好像都是预言啊。于是注意她的人就越来越多。村里有几个地痞无赖经常欺负她。有一天，疯阿婆到庙里烧香拜佛，那几个无赖就偷偷的用土坯块拍她。年轻人出手重，一块土坯拍过来，直接把老婆婆拍在了地上，她半天都站不起来。疯婆说：谁拍我，迟早得把你用枪崩了。地痞无赖听了也只是哈哈大笑。乡亲们以为那只不过是疯婆婆说的气话，但是后来你猜怎么着？那几个地痞无赖啊，有的被日军枪毙了，有的在文革中被乱枪打死了。可能有人抬杠了，就应验了一条，不过碰巧罢了。咱们接着往下瞧。有一年下雨，村里黄大爷家的屋顶漏雨了。雨过天晴之后，他就搬着梯子上房补窟窿。疯婆婆一见到他，唠叨了一句：你家不是屋子漏雨，是锅底漏米。锅底漏米？黄大爷一听有点蒙圈，没听懂啥意思。因为乡里乡亲的，疯婆子的玄乎在村里也是有些名气。这黄大爷也没驳他的面子，随便和他唠了几句。这事儿没过多久，黄大爷无意中发现儿子鬼鬼祟祟的在偷自家的米。这小子什么情况？都是一家人想吃米直接拿，怎么偷偷摸摸好像见不得人似的？黄大爷一问才知道，原来他儿子在外面欠了不少的赌债，却又没钱还，就偷自家的米去卖，要么直接拿米抵债。黄大爷一听恍然大悟，疯阿婆说的锅底漏米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这疯婆婆不仅唱顺口溜，还自编自导演话剧，用更生动的方式来预言。有一年夏天，有户农家的鸡被偷走了。这偷鸡贼不是别人，正是王家的那两个混小子。村民都知道是他们干的，但是碍于邻里间的面子，谁也不好为了几只鸡就去骂街。邻居不好撕破脸到王家去闹，疯婆婆却到王家门前大闹了一通。
一边放开嗓门嚎哭，一边唱道：来了外亲，去了家人呐！这老婆婆的哭嚎简直是哭天抢地的，这风劲儿上来，几个人拦也拦不住。乡亲们早就习以为常了，索性就不管他，由他去闹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当天晚上，王家长子吃鸡肉的时候，竟然被鸡骨头卡住了嗓子。要说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，吃几口熟地瓜就咽下了。奇怪的是，偏偏就是这几口地瓜要了他的命，竟把一个大活人给活活的噎死了。王家因为一块鸡骨头闹出了人命，这个消息在村里一下子就炸开了。村民们才想起来疯婆的话，原来她说的外勤是指从外面偷来的鸡，去了家人是说偷了人家的鸡却死了家人。疯婆婆哭天抢地的表演似乎是在提醒人们，偷了几只鸡丢了一条命，真是太不值得了。王家人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怎么会不悲痛呢？这一来一去的事情就多了，乡亲们知道疯婆婆的确有些来头，有心的人就把她的话记下来，等着以后看看应在谁家。那有人会说了，这疯婆说的不过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家常事，上不了台面，算不上啥。而根据当地的流传看，疯婆婆还唱了好多的顺口溜，预言了从民国到现在的很多大事，甚至是时代变迁的细节。疯婆婆唱的顺口溜流传很广，有人根据民间的传说整理了一部分。据说最后一个预言惊呆了世界，比如疯婆婆唱过的楼上楼下灯头朝下。过去人们住平房点油灯，而现在呢，许多人住楼房用的是电灯。花钱没有眼儿，抽烟没有杆儿，穿鞋没有脸儿。过去中国人花的都是带眼儿的铜钱，用烟杆烟袋抽烟，而且穿的都是自家做的布鞋。但是到了近代，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一样，都在使用纸币，抽纸卷的烟草，鞋的款式变化多样。有一年疯婆婆说，盖屋不用驮，媳妇使着婆；盖房不用量，媳妇当亲娘。千年的古道走成河，千年的媳妇熬成婆。这是说的什么意思呢？房坨是指两根柱子之间的大横梁，现在的房子很少再用房梁了，多是钢筋或凝土打造的。以前的婆媳关系很难调和，而现今的媳妇儿不再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了，同样能独当一面，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，甚至还可以外出闯荡，打造一番事业。媳妇儿经济独立，在家也有话语权了，婆媳关系也不像以前那样尖锐刻薄。疯婆婆在世时说，中华民国大改良，拆了大寺盖学堂，怎么拆的怎么盖上。据说民国时期曾经拆寺院盖学校，中共窃权之后，中原大地又经历了10年文革，红卫兵们打砸抢，摧毁了很多的寺院，那些遭到破坏的寺庙如今成了历史遗迹。中共为了包装文化软实力，将不少被拆毁的寺庙又重新修复，用来招商扶持旅游业。一个疯癫癫的老婆婆嬉笑怒骂，游走民间，能见过什么世面？但这位疯阿婆却预言了不少后世的事。她是怎么说的呢？比如她说，瞧骡子瞧马还要瞧人。瞧是指养殖业中对动物进行节育手术，而瞧人指的是中共大搞计划生育，强制受孕的妇女打胎流产。他还说过这么一条预言：日头东落，火把举起，君臣颠倒，无粮无米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他以日头东落隐喻抗日战争，位于中国东面的日本战败，以火把举起，君臣颠倒，比喻中共在日本战败之后，同国民政府开展窃国内战，中共颠覆国民政府，篡夺权柄。无粮无米是说中共建政大搞共产暴力运动，摧毁了社会生产力，在风调雨顺的那3年却出现了大饥荒，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中国人。细数这些预言，很难想象，居然是从一个疯子的嘴里说出来的，而且还都应验了。从一些预言看，这个疯婆婆看得更加长远。她说：“红花满园落，黄花遍地开。”熟悉东方预言的朋友可能知道，很多传世预言以红花比喻中共，红花落了，自然就是说中共要灭亡。有一种解读是说，红花满园落是说中共灭亡之际将伴随着大灾难，会有大量的生命消亡。在东方的修炼界，常用金黄色象征佛家佛法，所以疯婆婆的预言包含了2个层面，一个是中共灭亡时会伴随着惨烈的大劫难，另一个是上天清理掉腐败的中共之后，佛法将在人间展现信仰的辉煌。在疯婆婆的众多预言中，还有几则至今讨论度很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疯婆婆预言的大劫难听起来很惊悚，尸骨成山，血流成河，敲了又敲，逃了又逃，粗罗筛细罗胆，剩下的是活神仙。好人在树间也死不了，坏人钻老鼠窟窿也跑不了。粗罗筛了细罗胆，10人就有9人死，剩下1人当神仙。其中最后2句和韩国著名预言《格安遗录》中所说的10户难胜1，以及明朝刘伯温的《太白山碑文》预言所说的贫者1万胜1000，富者1万胜2-3，惊人的一致。单从文字的描述看，预言暗示人类会面临空前的大灾难，上天要给人类算总账，拣选好人，淘汰恶人，所以好人遇难也会成祥，坏人即使钻到防河豹的地洞里也会被清理掉。经历人间的大劫难之后，那些能活下来的人简直都是活神仙。说起全人类的大劫难，恐怕当属前几年的大疫杀人了，令人记忆犹新。从2019年开始，大瘟疫肆虐全球，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惨烈的人员伤亡。时至今日，中共病毒带来的灾难仍在延续。回首疯婆婆的预言，不仅预言奇准，准确率极高，看似风言风语的她，也许可能不是真的疯了，只是用她的方式在度化那一方的善良百姓，警醒在人间修炼的真人吧。观众朋友，您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您留言反馈。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